中国70%房价已经加速崩盘了。就是政策一波接一波，房价却像割断了刹车的车，一路下坠。2025年5月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数据，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打在当权者那些维稳信心的嘴脸上。无论是1线城市还是3、4线城市，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，环比、同比全线下跌，毫无悬念。数据显示，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环比全面下跌。1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.2%， 北京、广州、深圳全部下跌。2线城市新房环比下跌 0.2%， 3线城市下跌 0.3%。二手房环比降幅更惨，全国平均跌 0.5%， 创下2025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。以为这已经到底了，不，深渊还在下面。同比数据才真正让人后背发凉。1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1.7%， 北京暴跌 4.3%， 广州 5.8%， 深圳 2.6%。3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跌幅近 5%。二手房更惨，1线城市同比下跌 2.7%， 3线城市暴跌 6.9%， 直接打回2018年水平以下。连财经网都忍不住报道，政策效果减弱，房价再度下跌，这轮救市已经彻底失败。而北京交通大学的金融专家道格道金融直接下结论，5月份的全面加速下跌，说明目前出台的降息、降首付、降公积金利率这些政策已经完全救不了这个市场。房价加速下降的趋势可能成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。官媒喊更大力度，老百姓只听见更没底气。中国国务院6月13日召开紧急会议，高调宣布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。这8个字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？没错，他们已经在过去3年中出现了无数次，每一次都伴随着新一轮房价下跌。换句话说，更大力度不过是无能狂怒的文艺说法。不信，来看看过去几年政府用了多少力度。2024年推出1万亿元特别国债，首付比例低至 15%， 限购大面积松绑，政策利率 LPR、 存款利率同步下调20至25个基点，中央出资 100% 保障房贷款，鼓励地方政府抽屉式收储商品房库存。这是2008年后最激进的一轮刺激，结果却是无效。2025年前5个月，开发商信心几乎归零，房地产施工面积同比下滑 9.5%， 新开工面积暴跌 24.4%， 竣工面积下跌 14.3%。用一句话总结，房企连装个样子都不愿意了。官方不断放水，但水根本没流进市场。房企总资金来源同比下降 3.7%， 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7%， 外资信心彻底崩溃，资金流入暴跌 83.2%， 房地产金融链正在溃散，就像病人断了点滴，医生只能干着急。1至5月，全国 TOP 100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 10.8%， 头部房企尚且撑不住，腰部、小盘简直连呼吸都困难。5月单月销售虽然同比增长 17.3%， 但那只是去年基数太惨的错觉反弹，实际降幅比4月还扩大了。TOP 51100的企业销售降幅最大，达负 15.6%， 这意味着大量中小型开发商即将团灭。2025年5月，二手房均价全国13956元每平方米，同比下跌 3.53%， 环比已经连跌27个月。1线城市54875元每平方米，同比跌 2.06%。3、4线城市只有8889元每平方米，跌幅高达 3.57%。更恐怖的是，法拍房暴增，
成交额同比上涨20.3%，而价格却在持续破位。这说明什么？老百姓不但不敢买房，连法拍都开始抄底失败了。很多人还在幻想，是不是再等等，房价就回去了？但现实是，房价不会回去了，就像青春和信仰，一去不返。为什么？因为决定房价的三座大山已经垮塌。首先，人口塌方式下跌。2023年、2024年，中国人口连续负增长，结婚率、生育率创新低。四不青年：不恋爱、不结婚、不生子、不买房成主流。没有新家庭，就没有新增购房需求。其次，人均住房面积50平方米早就饱和。中国早已不是住不够的年代，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平方米，很多城市都人少房多，买房动机越来越低。第三，家庭债务爆表，负担不起。据央行测算，中国家庭平均负债超过60万元，负债率近60%。年轻人还没开始赚钱，就已经欠了一屁股贷款。未来2年，预计将有8亿人进入还债时代。你说他们还有心思买房吗？此外，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功能正在失效。每当房价跌5%，就有19万亿社会财富蒸发。房地产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，而是沉默的铁锚。这就是2025年5月的中国楼市政策越旧，房价越跌，利率越低，成交越惨，政府越喊稳定，市场越想逃跑。房地产的泡沫正在瓦解，像从高空坠落的水晶球已经摔出裂缝，只是还没碎成一地渣。有人问，房价真的回不去了吗？答案是，不仅回不去，未来还会塌得更快。从2021年恒大暴雷起，中国楼市仿佛进入了冬天的童话，寒冷、漫长，毫无希望。现在，房地产不再是买了稳赚的黄金资产，而是烫手山芋。一线房主卖不动，3、4线烂尾楼遍地，大量买房者手里拿着房贷，望着空屋，像极了那句扎心的话：我用30年买了个教训。对房地产而言，价格并不是最关键的，信心才是。一旦信心崩塌，整个市场就会变成一场击鼓传花的灾难。2025年5月，全国法拍房数量突破480万套，较2020年翻了近5倍。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，深圳、杭州、成都等热点城市法拍房同比增长超过60%。这些房源多为断供屋主，无法继续偿还贷款，被银行强制拍卖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过去有房极稳的中产阶级，如今撑不住了。甚至不少人为了断供钱自保，开始跑路海外，把孩子转学国外，银行还款则选择摆烂。同时，数据还显示，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升至1.32%，为10年来最高。而这组数据的背后，是数百万个无力还贷的中产。如今买房像极了站在悬崖边等政策救命的赌徒。4月降息，5月降首付，6月全面松绑限购，3个月连环重拳，甚至连央行也忍不住喊出口号：现在是购房窗口期。可结果呢？房价还是跌，成交还是冷清。你说跌到谷底了吧？但没人敢出手，因为人们终于明白，这不是谷底，而是没有底。就连被视为稳中之稳的北京也撑不住了。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，北京二手房挂牌量突破14.2万套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挂牌多是因为卖不掉，没人买是因为都怕再跌。曾经被奉为躺着赚钱的楼市，如今只剩一句话：再等等，可能更便宜。房地产一垮，中国金融系统就像没穿裤子的巨人，瞬间裸奔。知道房地产在中国有多重要吗
2023年，房地产相关行业贡献了全国 GDP 的 27.4%。房企一倒，银行、信托、建筑、钢铁、水泥、家电、装潢统统跟着断血。看看银行的数据就知道真相有多可怕。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3.5%， 为近20年来首次负增长。建行、农行、交行三大国有银行中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分别高达 5.3%、4.8%、6.1%， 全部刷新近10年纪录。信托公司踩雷地产项目的金额超过 1.2 万亿元，导致兑付违约潮席卷全国。更离谱的是，大量中小银行手里握着的抵押物，也就是房子，现在根本不值钱了。一个价值200万的抵押房，如今拍卖能卖130万，就算烧高香，银行的安全垫早已消失。还记得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吗？2023年总资产超 2.1 万亿元，如今市值不到200亿港元，连香港写字楼都快租不起。绿地集团、华夏幸福、融创中国、泰禾一个个倒下，一家家破产重组，曾经被无数人追捧的神话企业，如今化为尘埃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百强房企平均销售额同比下降 17.2%， 其中30家房企出现流动性危机，10家已进入司法破产程序。你以为这已经够惨了？错，还有更残酷的现实，中国有3亿人买了期房，约有4000万套还未交付。一旦建商断供，就是数千万家庭的噩梦。是的，房地产的恒大时刻并未结束，只是换了面孔。2025年5月，房地产的系统性崩盘，标志着那个炒房致富的中国正式终结。不是没救了，而是救不动了。从国家财政角度看，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 5.9 万亿元，较2020年暴跌近 45%。财政部内部报告指出，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已经全面失效，未来3-5年将进入极度紧缩期。从购房者角度看，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飙升，平均每户负债达61万元，而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仅 4.5 万元，负债收入比高达 13.5 倍，创下历史最高。这意味着中国人拼命30年，买来一个正在贬值的房子，还得再拼命30年把债还完。这不是买房，这是买命。是的，一切都不是偶然。疯狂炒房的结果是3亿人背负巨额房贷，是数十万家庭断供，是城市天际线成了钢筋水泥的废墟。2025年，中国房地产已经不是冰点，而是冻土层。要想回暖，不是靠政策，而是靠时间，靠去杠杆，靠去泡沫，甚至靠痛苦的清算。而普通中国人正在为过去20年的房地产神话还债。